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3年前剧《浪姐》真相曝光，假唱恶剪全中，她早看穿了流量陷阱。时间拉回到2023年的一个综艺录制现场，当时谭松韵做客毛血汪，主持人李雪琴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浪姐找你没？”谭松韵回答的干脆利落：“找了。”问他为什么没去，是不是害怕唱跳？谭松韵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笑了。我觉得我不太习惯那种，就是叫什么，人太多了，好多人，我害怕。那会儿大家都把这个理由当成社恐萌点，觉得这个女孩真可爱，连拒绝都这么接地气。网友们还翻出她跳极乐净土的片段，舞步流畅，甜美元气，完全就是女团范儿，纷纷表示她要是去了浪姐，肯定是黑马选手，这么有实力还谦虚。3年后，当乘风破浪的姐姐第7季的舆论风暴席卷而来，再回头看谭松韵那个带着点腼腆笑容的拒绝，很多人才恍然大悟，她说的害怕，可能不仅仅是害怕人多，而是对娱乐圈某些游戏规则最敏锐的预警。从一句玩笑到一记惊雷。2026年4月，浪姐7开播才几天，热搜就上了将近500个。但这一次，爆火的不是姐姐们的舞台实力，也不是励志的奋斗故事，而是没完没了的争议、撕扯和造假质疑。从初舞台到第一次公演，节目的舆论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反转剧。最刺眼的争议是直播假唱。节目开播前打着全开麦的旗号宣传，吸引观众开会员，升 SVIP。结果第一次公演直播时，观众发现不对劲了，弹幕突然密得看不清楚，有人在算时间，他嘴闭上了，声音还在，这不是电音吗？是换人上麦了吧？更微妙的是右下角的角标当初吸引观众入坑的全开麦3个字，到了公演舞台变成了 live。 有观众说自己不懂唱功，但懂常识，手碰到麦克多少会有一点摩擦声吧，舞台跑跳那么多，气息多少会乱一下吧。可那段音频稳得像刚从录音棚端出来，连一点小毛边都没有。最扎心的是那种努力感被错放了位置，真唱组一上台，声音会抖，气会短，偶尔跑调，你能听见他们在撑，像跑完800米还硬要把最后一句唱完。那种狼狈反而真实，真实反而可爱。对口型组一上台，动作再大，声音也不喘，你越听越顺，越顺越觉得不对。而让这一切显得更加讽刺的是，谭松韵早在3年前就说过，去了没准就会被恶意剪辑，节目组还会故意找噱头。当时大家还觉得他有点杞人忧天，现在看来，这哪里是杞人忧天，简直是未卜先知。拒绝理由与节目乱象的精准吻合。谭松韵当年给出的拒绝理由有2个核心点：一是人太多了，我害怕；二是担心被恶意剪辑。现在看，这2点在浪姐7中几乎是以放大镜的形式全面爆发。他说害怕人多，怕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人数多，而是那种人际关系复杂、话题缠身的压力场。在浪姐7中，这个压力场已经升级成了修罗场。姐姐们后台关系紧张，传闻不断，赛制设计激化矛盾，舆论场中粉丝互撕升级。有人爆料，节目录制时导演组手边就放着一张时长表，咖位直接等于镜头分钟数，1分钟可能就值100万，少1秒都会影响商业合作的价格。谭松韵对剪辑的担忧更是被精准验证。演员赵子琪在浪姐7一公淘汰后连发多条微博，直接将矛头指向节目组，质问吵架视频是怎么被剪辑出来的，直接放话是要逼我爆所有的料吗？他所在的孙怡组表演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，
现场拿了845票，对手看清子组唱咏春只有822票，整整差了23票。按照正常逻辑，高分团全员安全，低分团淘汰。结果节目组搞出一个败队内淘汰的奇葩规则。更离谱的是，孙怡组全程全开麦真唱，没有任何电音，连张慧雯偶尔的气息不稳，赵子琪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可看清子组被观众抓包对口型不同步，声音预录，明显是电音保效果。同唱遗憾，孙怡音色干净，气息稳定。看清子全程紧张，唱功平平。结果票数出来，看清子468票赢了，孙怡423票输了。这一输直接触发队内淘汰，赵子琪成了那个被淘汰的人。现场观众看完直接炸锅，齐声高喊黑幕，连奥运冠军王蒙都坐不住了。全场姐姐都起身给赵子琪致意，唯独王蒙黑脸端坐，双臂抱胸。李小冉拉他起身，直接被他甩开手，用行动抗议不公。谭松韵在王牌对王牌的经历已经给他上了一课。那一次，他录制了13个小时，结果播出的镜头不到5分钟，连一段广告的时间都赶不上。节目组在宣传海报上直接把他的名字打成了赵今麦。他精心准备的一段极乐净土舞蹈 solo 在正片里被一剪没。现场观众爆料，录制那天天气很冷，其他嘉宾都裹着厚衣服，只有谭松韵穿着单薄的短袖表演，冷得直抱胳膊，但一句抱怨都没有。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，当他在面对浪姐这种嘉宾更多、竞争更激烈、剧本感可能更强的节目时，他的拒绝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和深思熟虑。浪姐7三宗罪与演员口碑消耗陷阱。当浪姐走到第7季，这个曾经标榜30而立、展现女性力量的节目，已经异化成了流量逻辑下的修罗场。仔细拆解，它暴露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3宗罪，而这恰恰是谭松韵这类演员避之不及的陷阱。第1宗罪：赛制不公与工具人命运。浪姐7从开播就吹史上最真实，赛制改得花里胡哨，结果一公舞台直接暴露伪公平本质，把实力魏王踩在脚下，全靠人气、剧本和暗箱操作定输赢。赵子琪就成了最冤的牺牲品，他所在的孙怡组分数更高，却因为奇葩的败队内淘汰规则被淘汰。真唱组的努力在电音组面前显得像个笑话。规则可以朝令夕改，原本说好跨组 PK， 临时改成队内淘汰，把高票团的努力全部作废。在这种赤裸裸的镜头经济学下，姐姐们与其说是来展示才艺的，不如说是来充当流量耗材的。有姐姐在后台坐着喝了3口水，镜头能给她4分钟。而有姐姐努力排练、认真表演，最后正片里可能只剩下59秒，还是素颜憔悴的样子。第2宗罪：真唱精神沦陷于假唱电音争议。节目开播前，导演组宣称我们这一次会全程开麦直播，主打一个真实。结果第1次公演直播，观众就发现了问题，有人盯着嘴型，有人盯着手麦，有人盯着转身的镜头。看清子、温峥嵘、张艺尚那组唱到某个转身，弹幕突然密得看不清楚，他嘴闭上了，声音还在。更讽刺的是，真唱反而输给了电音。孙怡组全程全开麦真唱，没有任何电音，声音会抖，气会短，偶尔跑调，你能听见他们在撑。看清子组被观众抓包对口型不同步，声音预录，明显是电音保效果，结果却是真唱组输了。这种操作彻底消耗了节目的公信力，也让参与者的努力显得尴尬，甚至被质疑。第3宗罪：流量逻辑下的修罗场生态。节目早已偏离了最初展现女性互助与成长的初心，
滑向依靠冲突、撕扯、八卦博取流量。有业内人士爆料，节目录制时，导演组手边就放着一张时长表，咖位直接等于镜头分钟数，1分钟可能就值100万。在这种规则下，姐姐们与其说是来展示才艺的，不如说是来充当流量耗材的。这种生态对演员的消耗是致命的，一旦陷入，就可能面临口碑被贴标签、被误解、身心俱疲、高强度排练加舆论压力，且成果可能与付出不成正比努力被剪辑掩盖的困境。谭松韵所避开的正是这样一个流量陷阱与职业险境。当综艺异化，清醒的远离何以成为策略？谭松韵的选择并非孤立，在娱乐圈有一批演员对综艺保持着清醒的距离，他们的核心价值在于作品和角色，而非综艺话题度。参与一档高度可控性且易产生负面关联的综艺，对其职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风险极高。孙俪曾直言，浪姐这类曝光度顶流的综艺唱跳非我所长，不愿拖累团队。她始终将演员定义为角色容器，警惕过度曝光对演员可塑性的消耗。《甄嬛传》团综邀约被她视为已完成的项目，坚持不消费角色情怀。正如观众所言，正因她不露面，众刷时甄嬛依然鲜活。段奕宏更是被称为戏疯子，为了一个角色可以提前3个月住进工厂体验生活。他从不参加综艺，哪怕报酬再高也一口回绝。他的理由是，综艺会消耗演员的神秘感，让观众记住我的脸，而不是记住我的角色，这对表演是一种伤害。傅大龙在所有实力派演员里，他的反内娱程度堪称极致。作为包揽金鸡、华表、金凤凰3大奖项的3料影帝，他没有经纪人，没有工作室。网友调侃找他拍戏的去剧团传达是递纸条，有酒厂曾开出100万级广告邀约，希望他为产品代言，他直言拒绝，我是演员，不是商品的商标，担不起这份代言的责任。这些演员的选择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核心：专注。在流量可以快速变现的今天，拒绝一条看似轻松的捷径，需要极大的定力和清醒的自我认知。谭松韵说，她更适合安静一点的类型，这或许就是她的自我认知。她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也知道自己的能量更适合投放到什么地方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最大的资本不是一时的热搜和话题，而是观众看到你名字时那份对作品的信任和期待。谭松韵的社恐和害怕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一种保护色，让他得以避开综艺节目里那些常见的陷阱：恶意剪辑、剧本安排、人设消费以及无休止的舆论纷争。当别的女艺人可能还在为浪姐的一个名额争破头时，她已经悄然转身，回到了她的主场片场和镜头前。网友夸她聪明，正是看到了这种选择背后的长远眼光。这不是一种逃避，而是一种主动的取舍。在名利场中，懂得拒绝的勇气。回过头看谭松韵的选择，你还会觉得她只是因为社恐吗？她拒绝的可能是一滩浑水，一个可能消耗她演员口碑、损害她观众缘的复杂名利场。她今年已经有不少影视作品待播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磨这些作品上，显然更符合她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规划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懂得拒绝，有时候比懂得争取更需要智慧。谭松韵的社恐让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人设危机和口碑消耗战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大智若愚？毕竟，对于演员来说，最坚固的护城河，永远都是下一个立得住的角色，而不是综艺里一时的话题。当2026年的浪姐期因为假唱、恶剪、姐姐退赛等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，
再回头看谭松韵2023年那个带着点腼腆笑容的拒绝，很多网友才恍然大悟，纷纷感叹：他真的太聪明了。这份聪明不在于他预知了未来具体的争议，而在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并且有勇气守住它。在众生喧哗中，选择安静地走自己的路，这本身就需要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。谭松韵的这份安静，或许正是他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里最能保护自己艺术生命力的方式。